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客串狂流，向韓芝吃到大生意人紅利；王鶴棣張嘉寧戀情現新動向；娛樂圈資源、人情與機遇的真實博弈。娛樂圈從來不是一個靠單點努力就能走通的地方，鏡頭前的光鮮，往往只是背後複雜博弈的結果。近期幾位演員的動態看似零散，卻在無形中拼湊出一幅關於人情、資源、判斷力與運氣並存的行業剖面圖。從譚松韻為人情客串狂流，到向韓芝憑借大生意人配角意外出圈；從王鶴棣檔期密集，項目推進受市場期待牽動，到張嘉寧戀情曝光卻並未影響資源穩定，再到周迅親自組局電影項目終於破冰，這些事件背後映射的是當下內娛最真實的生存邏輯。一、譚松韻客串狂流，一次人情優先於番位的選擇。電視劇《狂流》作為狂飆的姊妹篇，自立項之初便備受業內關注。導演徐紀周延續其現實主義創作路徑，將鏡頭對準民族汽車工業的發展史，從90年代燃油車起步，一路延伸至新能源時代的崛起，時間跨度橫跨30年，題材厚重，敘事野心明顯。該劇由張頌文、王安宇擔綱雙男主，飾演一對在時代浪潮中浮沉的叔侄。在這樣的配置下，譚松韻的出現顯得尤為特別，並非主線人物，戲份有限，卻自帶討論度。業內普遍認為，譚松韻此次客串核心原因並不在角色分量，而在人情。他此前與徐紀周合作過電視劇《逍遙》，雙方在創作理念和工作節奏上配合默契。此次導演主動邀約，希望他能友情出演，為作品增加女性視角與話題度。譚松韻並未過多權衡番位和戲份，爽快答應。在當下番位敏感症泛濫的內娛環境中，這種選擇並不多見。對於已經擁有穩定觀眾緣和代表作的演員而言，適度為人情讓步，反而是一種長期投資。更現實的一點是，譚松韻主演的《逍遙》目前正在爭取央視8套上星播出，主流平台的認可對他的國民度與職業履歷都有實質加成。相比之下，狂流的客串更像是一場順手而為的加分項。二、向韓芝與大生意人配角逆襲的典型樣本。如果說譚松韻的客串體現的是成熟演員對行業規則的清醒認知，那麼向韓芝在大生意人中的表現，則是年輕演員選對項目的典型案例。大生意人的敘事重心放在陳曉與孫謙身上，向韓芝進組時只是一個戲份不多的配角。她飾演的白一梅，拍攝週期僅10幾天，既非情感主線，也不承擔關鍵情節推進。然而劇集播出後，觀眾討論的焦點卻意外偏移。白一梅身上那種清冷、克制又略帶破碎感的氣質，與向韓芝本人的形象高度契合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與朱亞文飾演的男配之間形成了極具張力的情感關係， CP 線自然流暢，不靠刻意營銷，卻迅速發酵。這一結果甚至超出了製作方的預期。對於仍處在上升期的演員而言，能在大製作中被記住，往往比番位靠前更重要。像韓芝的這次出圈，也讓不少粉絲意識到，與其執着於名義上的主角身份，不如優先選擇製作班底成熟、整體質量過硬的項目。同劇的羅一舟也在此次演出中獲得一定口碑修復，證明優質作品對演員形象的重塑作用遠勝於單純曝光。三、王鶴棣高熱度下的檔期博弈。作為當下市場討論度極高的男演員之一，王鶴棣的動向始終牽動着資本與粉圈的神經。目前，他待播的重點項目中，將門獨後男主並未更換，新力傳媒方面態度明確，
希望盡快推進開機。這一方面反映出平台對項目的信心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檔期協調的壓力。另一部備受期待的《鹹魚飛升》則暫定於2025年年底播出。該項目從立項到選角就伴隨着較高話題度，既有原著粉基礎，也承擔着市場對王鶴棣轉型可能性的期待。對王鶴棣而言，當下階段的關鍵並非有沒有戲拍，而是如何在密集項目中保持作品質量與角色區分度。熱度是雙刃劍，既能推高商業價值，也容易放大選擇失誤的後果。4. 張嘉寧戀情曝光，穩定資源背後的低調策略。與高強度曝光的男演員相比，張嘉寧的節奏顯得更為克制。近期，他被拍到與一名男性在路邊交談，隨後一同回家，引發戀情猜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位男性並非此前傳聞中的高志廷，相關討論很快轉向新對象本身。但與以往部分女演員戀情曝光後資源波動不同，張嘉寧的事業軌跡並未受到明顯影響，原因並不複雜。其一，他長期保持低調作風，極少參與番位爭議或粉圈對立。其二，他的資源轉化率穩定，演技與角色完成度能夠匹配所獲得的機會。其三，他背後確實擁有較為扎實的行業人脈。張嘉寧的舅舅在業內具備一定影響力，而他的老闆王凱與正午陽光關係良好，使他得以多次參與正午系項目。這種資源並非空降，而是建立在長期穩定合作基礎上的信任結果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戀情更像是私人生活的自然延伸，而非職業風險點。5. 周迅阿茲海默症，頂級演員的慢項目邏輯。相比年輕演員的節奏焦慮，周迅的項目推進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邏輯。由他親自牽頭組局的電影《阿茲海默症》，此前因導演人選與劇本問題一度停滯。近期，該項目終於迎來轉機，導演確定，劇本完成修改，目前只待投資方最終拍板男主人選，即可正式開機。這一過程再次印證了頂級演員在項目選擇上的耐心與話語權。周迅並不急於產出數量，而更看重作品完成度與表達價值。這類慢項目在短期內難以製造話題，卻往往在上映後形成長尾效應。6. 行業切面，成功標準究竟是什麼？將這些看似無關的事件放在同一座標系中觀察，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共性在娛樂圈：成功從來不是單一指標。有人靠人情維繫長期合作關係，有人在配角位置上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，有人在高熱度中謹慎權衡項目風險，也有人在低調中積累穩定信任。話題熱度、代表作、觀眾緣、行業口碑，這些因素彼此交織，卻無法簡單量化。更多時候，真正決定走多遠的是判斷力、耐心以及對機遇來臨時的準備程度。當人情成為客串的理由，當配角的光芒偶爾蓋過主角，當戀情與事業並行卻互不干擾，我們或許更該承認，娛樂圈並非單線晉級遊戲，而是一場長期、多變量的現實博弈。而那些能在其中持續前行的演員，往往不是最吵的那一個，而是最清醒的那一類。